你在社会上打拼，你想做成一件足够大的事情，你觉得是脑子聪明更重要，还是那种咬死不放的精神力量更重要？我自己的答案很直接，是精神力量。聪明人太多了，但绝大多数聪明人都死在了太会算计和太容易放弃上。我想问问屏幕前的你，你觉得你现在的动力满吗？你觉得你体内的精神能量够大吗？我希望你能停下来，哪怕10秒钟，在评论区写下你此刻最真实的感受，无论是不够足还是极度疲惫，都写下来。诚实是改变的第一步。我一直认为我自己的精神力是远超常人的，这并不是天生的，这是通过后天一点点建立起来的防御系统和动力引擎。今天我要把这些年压箱底的东西全部掏出来。我会讲7个完全打破你常规认知的思维模型。我希望你看完这个视频，能真正拥有那种摧枯拉朽的力气，去对付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。我们先从第一件事说起，你要学会切断外部的信号输入，开始给自己写代码。为什么要让你少去听外面的声音？我随便举个例子，很多人喜欢看运势，看那些玄乎的日历。如果你早上出门，随手刷到一个东西，说你今天运气极差，不宜出门，你心里会怎么想？哪怕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，你心底也会闪过一丝阴影。但如果今天你要去见一个极为重要的客户，你要去签一个能改变你公司命运的合同，你出不出门？你肯定得去。可是那个外部的暗示已经像一颗钉子一样扎进了你的潜意识，你的动作会变形，你的气场会减弱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极度排斥外界的心理暗示。我们退一步讲，你觉得那些规矩，那些世俗的说法都是对的吗？在这个世界上换个经纬度，真理就变成了笑话。我高中是在美国念的，我讲个亲身经历。如果是现在的你，敢不敢在太阳下山后去一片墓地里散步？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，那是极其晦气的地方，阴冷避之不及。但是在西方很多地方，墓地就建在学校旁边，建在教堂隔壁。人们觉得那是离上帝最近的地方，是绝对的福地。他们会把最爱的人安葬在那里。我们在高中时经常在墓地旁边散步聊天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害怕。你看，这多荒谬！同样一块地，同样一堆石头，外面的说法不一样，你的心理反应就完全不同。这些规矩今天告诉你这个不能做，明天告诉你那个有风险，最后他们会变成一个铁笼子，你被锁在里面，什么都不敢干。对于本来内心就不够强大的人来说，外面的声音就是毒药，所以你要屏蔽他们，然后你要开始多给自己做心理建设。我有一个极其简单甚至看起来有点愚蠢的做法，每当我遇到巨大的挫折，每当我发现事情开始失去控制，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，我就会用这个办法。我会在每天早上一个人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，看着里面的自己说话。外人如果看到这一幕，绝对会觉得这个人疯了，但他们根本不懂这里面的精妙逻辑。这是一个多维度的现实重塑过程。当我站在那里对镜子里的自己说，你非常出色，只要你找对路径并持续下注，你想要的东西都能拿到。你仔细拆解一下这个过程。首先，我要说出这句话，我的脑子必须先生成这个念头，这是第一层过滤。接着，我的嘴巴把声音发出来，这是物理上的第2次确认。然后，我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，这是视觉上的第3次冲击。我的耳朵听到了我自己的声音。第4次，最后这些声音重新进入我的大脑。第5次，这形成了一个极其完美的封闭循环。这就像是一种自我创造的风水。风水是什么？就是通过改变你周围的物件摆放，让你心里觉得踏实。那为什么不直接改变你大脑里的摆放呢？人在跌入谷底的时候，千万不能去听别人的评价。那些人不在你的坑里，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不需要跟任何人解释你的状态，你只需要做自己的啦啦队长。如果全世界都安静了，没人为你鼓掌，你就自己给自己怒吼。凭什么别人能行，你就不行？
这就是自我重塑。同样一个人带着饱满的热情去做事，和带着颓废沮丧的情绪去做事，拿到的结果是天壤之别。接下来我要说第二个模型，也是我认为最现实的一个，你要学会提炼生活中的暗物质。我们每天都在被教育要做一个阳光的人，要充满正能量。但我告诉你，这个宇宙里，光虽然耀眼，但它逃不出黑洞的引力。负面的东西，那种痛苦、愤怒、被看不起的感觉，它的密度远远大于那些轻飘飘的赞美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走过来拍拍你的肩膀说，你真的很棒，另一个人走过来说，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，你就是个废物，哪句话会在你晚上睡觉时在你脑子里盘旋？绝对是第二句。既然这种能量这么浓烈，这么刺骨，为什么要逃避它？你必须把它转化成燃料。这其实就是物理学里的能量守恒。生活中的每一次打压，每一次挫折，你都不能让它白白流失，你要把它吸纳进来，变成推动你向前的绝对动力。别人指着鼻子说你不行，你本能的反应不该是低头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不行，你心里的第一反应应该是，你算什么东西，凭什么来审判我？但我不会把这句话骂出口。跟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傻瓜辩论，是对我生命极大的浪费。我要做的是把这种愤怒咽下去，然后用行动碾压他们。生活是很残酷的，很多时候它就像一条单行道，你要么硬着头皮撞开一条路，要么就被碾死在车轮下。当那种庞大的压力把你推到悬崖边上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可以跟生活掀桌子的。就像你如果在一个糟糕的环境里被人欺负，你低头认错有用吗？你退让有用吗？没有用，对方只会变本加厉。既然退无可退，那就只能握紧拳头打回去。所以，当挫折成倍增加的时候，你应该兴奋，因为生活终于把你逼到了可以放手一搏的境地。当年陈胜吴广被逼到死角，别人说他们这群泥腿子不配谈天下，他们没有哭诉，他们说的是，那些高高在上的王侯将相，难道是天生高贵的吗？我根本不信这个邪。你要有一种把所有烦恼都降为打击的思维。你仔细想想，你现在经历的90%的痛苦、焦虑和不甘心，其实都可以用一个非常粗暴的方式解决，那就是你变得更强一点，你变得更有钱一点。老板觉得你能力不够，你把技能磨练到让他离不开你。你想在这个城市过得体面一点，不想每天挤破头去坐地铁，那你就要想办法增加你的不可替代性，赚更多的钱去买时间。谈了很久的伴侣嫌弃你没有未来，要离开你，这听起来很刺耳，但本质就是你还不够强大。生活就是这么直接，每个人身边都会遇到一些让你难以忍受的烂人，你改变不了他们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提升自己的层级，赚更多的钱，拿到更多的话语权，然后彻底走出他们所在的那个低级圈子。从此以后，你们连呼吸的空气都不一样。现在，我们进入第3个维度，我叫它归零的绝对自由。这个时代有很多人活得很压抑，甚至陷入了长期的抑郁情绪。他们觉得前途暗淡，觉得无论怎么挣扎都没用，甚至觉得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拖累。如果你正处在这样的状态，我反而要恭喜你，因为你即将触碰到世界上最强大的一股力量。当你觉得一切都失去意义，连生死都看淡的时候，你还有什么可顾虑的？这就是光脚的完全藐视穿鞋的。你可能会觉得你现在身无分文，是个彻底的失败者，但在我看来，这是最完美的进攻阵型。你没钱，你没名气，你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筹码，你走出去，没人能骗你什么。只要不去那些极度危险的地带，在正常法治社会里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因为你一无所有，所以你反而可以去尝试那些你以前绝对不敢碰的机会，去见那些你觉得高不可攀的人，去加入那些完全未知的圈子。是因为你起点低，你的成功率可能只有1%，
但只要你不断地去掷骰子，只要你的基数足够大，概率法则最终一定会偏向你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既然你已经觉得在谷底了，为什么不索性彻底放开手脚干一场，枯木都能逢春，更何况是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。我刚开始自己做事的时候，每天都在面对各种烂摊子，压力大到整晚睡不着觉，所有的责任都在我一个人肩膀上，任何一个环节断了，我都得去填坑。在这之前，我其实是个胆子很小的人，走夜路都会害怕。但经历过那种极度的商业焦虑后，我突然发现我什么都不怕了。那种未知的恐惧，在真金白银的生存压力面前，根本不值一提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个辩证法，绝境并不是一堵墙，它其实是一片旷野。当你站在悬崖边上，你往回走是死，但在悬崖边缘，你沿着边缘的任何一个方向走，都是生路。这种绝望中开出的花，才是最坚韧的。讲完了低谷，我们来聊聊顺境。第4个思维叫延长好运的偏执。人的运势确实是起伏不定的，有时候你喝口水都塞牙，有时候你随便做个决定就能踩中风口。作为一个清醒的操盘手，你该怎么办？每当我做事情特别顺利，感觉源源不断的资源向我涌来的时候，我不仅不会放松，我反而会陷入一种极度的警惕。我总觉得这种运气是借来的，它明天就可能消失。如果明天风停了，我该靠什么飞？所以，在运气最好的时候，就是我最拼命的时候。我不是在未雨绸缪，我是在疯狂地延长这个势头。比如我刚开始做一件事，本来计划1周投入2天就够了，但当我发现效果出奇的好，我会立刻把剩下的时间全部砸进去。有人劝我说，既然已经稳定了，可以稍微歇一歇，享受一下生活。我说绝对不行。一旦我松懈，那种微妙的势能可能就散了。我要趁着我现在精力最旺盛，状态最巅峰，运气最爆棚的时候，一口气冲到别人连尾灯都看不到的地方。我要在这个好运的周期里，把护城河挖得深不见底。我也会害怕，万一哪天我突然对这一切失去了兴趣呢？万一我生病了呢？所以趁着我现在脑子还清醒，四肢还健全，我要疯狂地掠夺眼前的机会。你把最坏的情况在脑子里推演一遍，然后你会发现焦虑一点用都没有，你只能回到当下，把手里那个产品打磨得再精细一点，把当天的任务再往前推移一点。好运气来的时候，你要拼命囤积粮食，把墙筑得高高的，这样等寒冬真的降临，别人冻死在外面，你还能躺在火炉旁边喝茶。第5个逻辑是关于你过去支付的筹码。我想问你一个很私人的问题，长这么大，你有没有为了某个目标，忍痛放弃过你内心深处极度渴望的东西？一定有，可能是那个很爱你但没法陪你走下去的人，可能是那些无忧无虑的周末，可能是某种平稳安逸的生活状态。我们为了走到今天这个位置，为了拥有现在的视野，都付出了沉重的机会成本。当我们选择了一条路，那些没被选择的风景就永远的死去了。时间是单向的，你永远无法撤销昨天的决定，你只能对未来的结果负责。很多时候，我会停下来审视我自己。我以前是个极其专注于感情的人，但后来为了事业，我选择了一个人走。我遇到过非常懂我、非常契合的伴侣，但我还是松开了手，因为我知道我背负着更大的野心，我不能停留在舒适区。这些放弃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生命里。所以，如果我今天选择懈怠，如果我今天躺在床上刷着无聊的短视频虚度光阴，如果我就满足于现在这点微不足道的成绩，那我就是对过去那个忍痛割爱的自己最大的背叛。如果我现在过得不精彩，如果我没有创造出惊人的价值，那我当年放弃的那些美好算什么？算一个笑话吗？你付出了那么昂贵的代价，放弃了那么珍贵的感情和时间，难道就是为了换来今天这样一个平庸、得过且过的生活吗？绝对不是。你必须让你现在的光芒配得上你曾经受过的伤。第6个层面
属于那些已经解决生存问题的人。我叫它跨越物质的终极发愿。当你拼命赚钱，终于有一天你发现你的银行卡数字足以支付你所有的世俗欲望时，你会迎来一种可怕的空虚。钱是非常好用的工具，它能帮你扫除90%的烦恼。比如你可以不用再去挤早高峰，你可以住在更安静的社区，但它唯独买不来一样东西，那就是持续的快乐。人类的神经系统设定就是这样，边际效用永远在递减。你渴了3天，喝的第一口水是琼浆玉液，喝到第4瓶，你只会觉得想吐。赚钱也是一样，当你把赚钱当作唯一目的时，过了某个临界点，数字的增加就不会再引起你大脑里多巴胺的分泌。我见过太多把财富作为人生终极目标的人，他们在达到目标后，整个人就崩溃了，或者陷入了更扭曲的欲望漩涡中。真正能在顶峰保持快乐的人，都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超越金钱的锚点。不久前我去伦敦，在这个繁华都市的一个角落，我看到一棵许愿树，上面挂满了纸条。我凑近看，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，不是财富，不是权力，而是寻找内心的和平。这种内心的平静，是你无法用钞票堆砌出来的。如果你想让你的生命之火燃烧得更久，你必须把你的目标从零和的财富掠夺，转移到正和的价值创造上。你不需要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圣人，你只需要找到一件事，这件事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赢过谁。我曾经也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一样疯狂运转，直到有一天我突然觉得一切都索然无味，我的弦快断了。后来在跟以前的朋友长谈后，我找回了那个最初的念头。我小时候其实只想做一个能给别人提供一点光亮的人，于是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底线，只要我不亏本，只要我做的事情能切切实实地帮到别人，哪怕只是一句话点醒了一个人，我就去做。奇妙的是，当我不再死盯着钱，当我只是纯粹地去分享我的认知，去拆解一些有价值的书籍时，财富反而像副产品一样自然而然地流向了我。但那已经不是重点了，重点是当我把排序第一的愿景从利益换成了价值，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轻盈和快乐。你也可以设定你的正向代码，比如你不需要去和朋友圈里的任何人攀比，你只求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懂得多一点点，你只求今天比昨天更少发一次脾气，你甚至可以发愿每天去顺手解决一个陌生人的小麻烦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单纯追求物质的竞争是没有尽头的。这就像是一场大型的游戏，里面有高高在上的王者，也有在底层挣扎的新手。你以为那些王者真的比新手快乐吗？那些为了段位日夜熬红了眼，输了一局就想砸键盘的顶尖玩家，他们早就失去了游戏的乐趣。我们要经常跳出来看看自己的人生大盘。打游戏本来是为了放松和开心，如果你为了赢而把自己搞得暴躁不堪，那就是本末倒置。人生也是一样，你奋斗是为了更好的体验，而不是为了变成一个满身戾气的工作机器。最后，第7个心法，也是所有概念的落地基石，习惯碾压一切动机。前面我说了那么多，都是教你如何在极端情况下提取动力，但我们都是肉体凡胎，没有人能1年365天每天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冲锋陷阵。我也一样，我也有极其懒惰，只想瘫在沙发上什么都不干的时候，书本摆在面前，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靠一时的热血是走不远的，动力这种东西就像一阵风，刮过去就没了。真正的高手玩的是系统，是习惯的自动化。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通过强迫建立习惯，最后习惯成为自然。比如你想改变身体状态，你告诉自己要开始跑步，你凭着一股热血跑了3天，然后遇到下雨天，你就在家休息了，再也没有跑过。这不叫改变，这叫3分钟热度的体验卡。跑步根本没有接入你的生活系统。你真正该怎么做？你不要去问自己今天想不想跑，想不想是个伪命题。你必须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，强迫自己跑满2个月。
哪怕你今天心情差到了极点，哪怕你觉得跑步简直毫无意义，你也要换上鞋走出去。当2个月过去后，这种行为会在你的神经元里刻下深深的回路。到那时候，如果哪天你不去跑，你反而会觉得全身难受。这就是习惯的复利。很多事情，你不能停留在不想做的表层情绪上。你不爱看书，那你就强迫自己硬生生啃完3本最枯燥的大部头。等你的专注力被强行拉扯开之后，你才会发现文字世界里深不见底的乐趣。很多人买了一堆书堆在桌子上，仿佛快递拆开的那一瞬间，智慧就已经自动输入大脑了。这是彻头彻尾的自我欺骗。所以，放弃去寻找什么虚无缥缈的动力吧。动力的终极形态就是刻板的习惯。把那些需要消耗你巨大意志力才能去做的事情，全部降维成每天刷牙洗脸一样的肌肉记忆。这就是普通人跨越阶层的唯一秘密通道。今天讲的这些极其真实，没有任何虚假的安慰，全是我在泥潭里摸爬滚打总结出来的核心代码。大环境的数据不好看，焦虑是常态，但我希望你们明白，宏观那是专家该操心的事，微观上你永远有翻盘的杠杆。别再被别人的节奏带着走了。建立你的系统，消化你的愤怒，找到你的内心锚点，然后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去执行你的习惯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些内容对你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刺痛或启发，不要只是默默划过去。在这个算法主导的时代，你们的点赞和评论不仅是对我的反馈，更是你们自己向这个世界宣告改变的一种仪式。如果你不想错过后续更深刻的底层逻辑拆解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并且一定要把那个小铃铛打开。数据说现在不点铃铛，视频基本送不到你们面前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去打造你自己的现实吧。